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，人到中年，别再请以下几种人吃饭，无论关系多好，人到中年，渐渐发现，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，越是奋力朝前奔跑，奋力挣扎，越是走不动。生活处处充满了艰难，不管是经营婚姻还是事业，都会让人轻而易举地产生一种疲累感。而朋友就是人生路上的一束光，能给予彼此温暖与支持。曾国藩说，一生成败，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可不慎。在中国，朋友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往往是安排饭局，大家从生疏到活络，吃好一顿饭，仿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人到中年，要学会结交朋友，否则便容易被低层次的人消耗自己。人到中年，别再请以下几种人吃饭，无论关系多好，守住自己的钱，别和喜欢挥霍的人一起吃饭。人到中年，越发开始察觉钱的重要性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钱是保证一家老小生活质量以及保障他们安稳的重要东西，钱还是抵御风险的盔甲。人到中年，守住自己的钱，守住的是家人的健康，守住的是一家人的安稳。王尔德说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现在我老了，才发现确实如此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人与人之间再好的关系，吃饭只是一种媒介。如若两个人之间聊得来，彼此真心相待，有好的项目与资源，愿意一起分享，那么在一起吃饭便是联络感情。如若两个人之间只是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喜欢挥霍钱买快乐，完全不顾家里人的感受，那么这样的朋友就是在互相消耗彼此。人到中年，别和喜欢挥霍钱的人一起吃饭，因为他们也会让你无法守住自己的钱。别和好高骛远，从不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吃饭。人生路上，有的人能力低，但是却又好高骛远，从不脚踏实地的工作。和他们在一起相聚，他也只是常常吹嘘自己有多么厉害，可是他的事业却平平无奇，没有任何进展。有的人虽然出身环境很一般，但是他们脚踏实地，对待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，不出3-5年已是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前者活得虚浮，活得浮夸，后者活得踏实，活得安稳。人到中年，别和好高骛远的人一起吃饭，因为和他们在一起，你除了听到他们吹嘘，听到他们攀比，得不到任何成长。而且好高骛远的人还时常喜欢走捷径，很容易跟着他上当受骗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走到中年，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活法。人到中年，多和踏实的人一起做朋友，有时与他们一起吃顿饭，你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他们好好过日子的正能量。不要和爱算计的人一起吃饭，中年不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尤其人到中年，赚钱更加不易。不要和爱算计的人一起吃饭，不要与他们深交，因为爱算计的人往往是重利轻义之人。一书说，城市中人看似光鲜，其实个个暗藏漏洞，高朋满座，客似云来，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却未必有3-2个。人到中年，朋友不在于多，而在于智。远离那些爱算计、爱占小便宜、爱见利忘义的人，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、人品可靠、善良的人。如若你与爱算计的人一起打交道，他们嘴上说的话很动听，但是心里却暗藏算计。他们会把你当成他事业蓝图上的一颗棋子，利用你，
不要和爱算计的人一起吃饭，不要妄想能在他那里得到什么利益。与爱算计的朋友在一起，你很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却得不到你心中预想的那些收获。出力气的活都是你做，好处却都成了他的。人生路上，学会择友，不必和所有人成为朋友。走到中年，不要和太过虚荣、不务实以及人品不可靠的人一起吃饭，这样的朋友在身边，日子往往越过越艰难。到了中年，珍惜身边真正善待你、爱你的人，将日子过得简单点，心会获得更多的快乐。同时，想要怎样的人生，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，不要妄想通过人脉而获得捷径。如若你自己没有价值，那么再多的人脉也是无用的。人到中年，如果不想越混越差，就要擦亮眼睛，看清到底谁才是你应该珍惜的朋友。不要随意请人吃饭，注重交友质量，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助力。